Hello， 大家好。这几盆兜兰都长了花苞。兜兰开花是没有季节的，只要满足它要开花的条件，它自然而然的就开花了。首先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一棵，这几棵兜兰用的植料都是一样的，有陶粒、木炭、珍珠岩跟泥炭土。去年换植料的时候也发过视频跟大家分享过，这个植料的配方也是跟一位养兜兰非常有经验的老前辈学习的。这棵兜兰的花是有续花性的，这一朵花刚刚凋谢，第二个花苞已经长了这么大，而第三个花苞也已经长出来了。去年的花梗也长出了7、8朵花之后才凋谢的。这个就是去年开过花的花梗。今年开花的植株明显是比去年的植株要健康的多，叶子也是一片比一片大，健康的兜兰应该是这样的，说明这棵兜兰非常喜欢这种生长环境。如果新长出来的叶子比原来的叶子还要小的话，肯定是有一些因素不适合这棵兜兰的生长。再来看一下第二棵，之前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应该对这一棵兜兰非常的熟悉。这一棵兜兰就是那一颗粉红色的，一直都在开花，连续开了2、3年的那一棵。它休息了几个月，现在又长出花苞来了。这一棵非常的明显，3代同堂。这一棵是第1代，这一棵是第2代，现在开花的是第3代。真的是一代比一代健康，一代比一代强。新的芽会从开过花的植株旁边长出来，它可以左右两边都可以长出新的芽。这一棵这里长出了有2个新芽，已经开过花的花梗不可能再开花，不开花的植株也不要把它剪掉，因为它可以继续的长新芽，有新芽才会有机会再开花。这棵兜兰长得这么茂盛，那么健康，要不要分盆呢？答案是最好不要给它分盆。兜兰如果要分盆的话，一定要有6个植株才可以分盆。也就是说，等到有6个植株分盆之后，每一盆最少还有3个植株，这样就更有利于它长新芽开花。如果过早的分盆，会直接影响这棵兜兰的生长，就算它没有死掉，也会很长时间不会开花的。其实兜兰长到一定的时候，它自然而然自己就会分开。换盆的时候，如果发现它自己分开了，那个时候再分株也不晚。再来看一下这一棵绿魔地，这一棵是在大概6个月之前开过一次花，现在又长了花苞。
这一棵算起来也是3代同堂，这个是第1代。其他的叶子都脱落了，就剩一片叶子。就算它剩一片叶子，它还是有机会长出新的芽的。这个是前几个月开过花的花梗。我也没想到这一棵这么快又开花。这个植株在前面那一棵开完花之后长得非常的快，短短的几个月已经长出了这个花苞。它一边长花苞，在下面又长出了一个新的芽。下一次开花就要等这一个芽长大了，长出花苞了，才能开花。我好像发现这边也长出了一个芽点，也是从已经开过花的枝梗长出来的。兜兰是地生兰，对植料的要求不高，可以直接用种花种草的那些泥土来种植。只要植料排水性好，透气性好就可以了。兜兰对光线的要求也不高，比蝴蝶兰的光线低一些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对温度的要求，只要不是太热，不是太冷，大概在1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温度都适合它的生长。兜兰适合种植在室内，不能直接的晒太阳。对肥料的要求也不高，我这几盆兜兰在换盆的时候，植料上都混合了一些均衡肥，偶尔也会给它施兰花的专用水溶肥。兜兰跟其他的兰花一样，在它长出新芽、长出花苞的时候，可以继续给它施肥。当发现叶子不正常发黑的时候，就要停止施肥，拆植料检查一下它的根，直到它稳定了，才继续正常的给它施肥。我们平常说兜兰喜欢湿润的生长环境，在它的植料没有完全干的时候，就需要给它浇水。兜兰除了它对土壤的湿度的要求，其实对空气的湿度要求也是非常高的。我这几盆兜兰长得这么健康，其实是有一个小秘密的，就是我刚才的动作，给它们喷水。在大概半年之前，我开始给这些兜兰早晚喷水1次。喷水的时候，稍微的离这些兰花远一点，用的喷壶最好是比较细腻的，没有水珠的，喷出来的是雾，而不是水珠。所以在挑选喷壶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喷壶里的水我是加了几滴酵素，所以每次给它喷水也是给它施了叶面肥。我家里的空气湿度大概在50左右，我觉得空气湿度不够，在半年之前就开始给我的兰花喷雾，早晚各喷1次。这几盆兜兰花苞长得那么快，我想这也应该是原因之一吧。这些都是根据我的气候环境得出的一点经验。适当的生长环境、温度、光线、施肥，
跟通风环境，加上适当的空气湿度，对兜兰的生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